观察的最终篇啊，兩強對決，菲菲和林克喺呢個場裏邊，佢本嚟就有好多嘅一啲陰靈啊，攞咗啲方法俾佢啦，令到佢所有嘅能力係發揮到最大。其實第二個環節叫猜雞童，讓我想起當年你參加《通靈之王2》的時候選港姐那一集。阿菲菲就話我係一直聽到個2號啦，佢自己嘅師公俾低佢嘅聲音嚟㗎，有時候未必準的喎。鬼話連篇。你們兩個來 PK 啊？係啊，而導師下場 PK 啊？直接打交㗎啦！進入咗九齒離火，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財運、姻緣、家庭以及健康。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咁於是咧，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通過易經、八字、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Hello， 大家好，我係發明。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歡迎來到我們超能觀察的最終篇啊！我覺得其實真的太精彩了，唯一的不足就是時間真的太短。好，那同時呢，在這裡我要開啟我們今天的話題之前，跟大家預告一個好消息，我們超能力學院第2季已經籌備當中，所以呢，你們希望在哪裡舉行，可以踴躍的留言。如果你們自己的話也有超能力，也歡迎來參加報名，點擊我們評論區下方的鏈接就可以申請啦。好，回到我們今天超能觀察的主題啦，那兩強對決，菲菲和林克都是我們各自組最為得意的門生。那麼從你們的判斷來說呢，有沒有是這個沒有基於他們的能力特點進行這個秘密的培訓的？就是沒有被我們拍到的一些內容呢？那法明師傅先講好嗎？如果沒有拍到的話，就是我跟林克之間呢，我會單獨的去教授他的一些增強他的靈力之類的東西。就是你在偷偷跟他加料，就是你在給他加持靈力，然後教他一些這個秘法。哎，對，因為當時就是我製作了一個祈福科儀，啊，同埋一樣嘢還咗個陰債俾阿林學嘅。咁啊，因為我知道佢即將要對住咁強嘅導師啦，咁樣佢嘅一個傳授同埋佢嘅菲菲啦，可以講話呢樣嘢都已經係國際上面都係出名嘅。咁我就會過咗啲功法俾佢啦，同埋去教授佢去到嗰一刻應該點樣去將術數同埋佢嘅一個通靈嘅能力去結合去使用，令到佢所有嘅能力係發揮到最大嘅。那師兄呢？你有沒有？我首先係唔想俾阿發明同埋林學咁大嘅壓力啦，係啊，所以咧我就係啦，好和諧嘅。阿菲菲最後過咗嚟同我講話，有冇乜嘢想交代嘅？我話喺呢個節目由始至終嘅初心係點？你想點樣去表達自己出嚟嘅？就喺最後嘅呢個 moment 釋放啦。所以我冇講到太多，最後我都係同佢喺度講下笑啊，同佢放鬆下個心情啊。我話呢個地方我已經淨咗一個場㗎啦，因為喺成個比賽之前咧，我就為咗所有嘅學員，希望大家能夠有更加好嘅成績啦。因為喺呢個場裏邊，佢本嚟就有好多嘅一啲陰靈啊，好多嘅故事啊喺度。我就希望就話個場已經靜啦，咁我個舞台交翻俾你自己去發揮啦。所以這一次總決賽呢，一共其實分為了3輪嘛，那分別為猜物、尋人、尋物。那在這第一個環節裡面，猜物這裡啊，我其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個林克在猜物的時候，居然我能夠精準講出那個物品以及背後的它的感人的故事。我看到這裡的時候啊，思浩和嘉樂他們都真的是哽咽了，而且一說到他的這個奶奶的時候，也流淚了嘛。其實這一刻我自己也有感觸，因為我會認為其實有共鳴，因為之前我爺爺有跟我留了一個這個他的信物。當每一次我拿出來的時候，我也會回想起老人家對於我的這個小時候的關愛和照顧啦，是用天眼看到的，還是他上銅的，還是說他是問米的，到底是哪一個方法？其實呢樣嘢上銅同問米咧冇咩太大嘅區別嘅，只不過我哋採用咗係邊位神靈，又或者可能我哋係邊位師公而已嘅啫。我哋都會分成1級、2級、3級，亦即係佢有晉升嘅。啱啱一開波嘅時候咧，當然我哋嘅上銅啦，就可能呢樣嘢被附體，跟住上咗身之後，可以幫你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動作啦。
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就會發現咗好多水完酮之後，我哋身體會出現問題，或者可能神志不清，又或者可能出現一啲奇怪古怪嘅動作。之後我哋喺通靈界嚟講咧，我哋就會晉升第二個階段啦。咁咧就我同嘅靈融合，咁啊令到個靈去俾信息我哋，而唔係一樣嘢直接去附我哋睇。去做一啲佢哋想做嘅動作啦，亦即係話我喺度主導緊嘅靈，去講一啲信息俾我。咁但係我見到佢嗰陣時嘅狀態咧，咁就啱啱好啦。如果佢再喺嗰個情況裏邊咧逗留得再耐啲，我覺得咧佢可能未必係可以控制到。係啦，所以呢樣嘢點解我會話分1級、2級、3級咧？係就係去到第3級嘅時候，我哋嘅訓練咧就係靈同我哋嘅融合嘅時間段、功力、能力，所有嘅嘢要進行結合啦。可能24小時都得啦，又或者係可能半日都得咁樣咯。我哋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上。OK， 其實他是處於一個第2階段比較正常的一個表現。只不過說他當時比賽的時候有點緊張啦。或者說他的這個基本的功力修煉得不夠，他才會有這種控制不住的情況。我覺得Li Lei也其實是一個很有這個能力和實力的選手，但是呢，他因為猜那個嘉樂那個吊墜的時候被淘汰了嘛，那這一個你覺得問題他是出在哪裡？為什麼他沒有發揮出他應有的水平？嘉樂在哪個帳篷的時候，哇，說得很準喎，皮鞋什麼顏色的，是吧？他的整個衣服都穿得，但他猜那個玉佩的時候就是完全不對，因為每個人咧其實佢都有佢自己嘅唔同嘅能力喺入邊嘅。咁啊Li Lei其實佢嘅底子亦係喺能量學呢度，佢係人體能量，佢係再加上佢自己識得治療啦，咁啊所以佢人體上面嘅器官、人體上面嘅氣息，佢係拿捏得特別準嘅。咁啊佢喺法器上面啦，或者係物品上面咧，咁其實佢就拿捏得唔太準㗎啦，佢可能要估呢樣估嗰樣咁樣啊。就是他可能真的很緊張，在決賽嘛。那比方說，我覺得最鬆弛感最強的就是你了。那你如果通過這個屏幕的話，你給Li Lei有什麼樣的一些建議？冇問題㗎，因為我覺得咧，無論係通靈又好，或者術數都好，每一個人咧有佢自己嘅強項喺度嘅。有啲人係算八字好叻，就未必佢嘅奇門遁甲去揾嘢好叻。咁咧就好似Li Lei咁，其實佢係療愈係對人體啊，對呢種人體嘅呢種磁場波段啊，係好熟悉嘅話，我覺得你就專修呢一樣嘢，冇可能所有人都叻晒嘅。就好似我自己咁樣樣，你叫我去上個堂，我唔中意。我覺得用我嘅一啲直覺感啊、靈感觀啊或者外應啊，我覺得能夠攞到嘅信息，而且係可以準嘅就 OK 啦，而且好安全，個人亦都唔會咁辛苦。好，那我們剛才講了這個猜嘉樂的這個吊墜啦，其實第2個環節叫猜乩童，讓我想起當年你參加《通靈之王2》的時候選港姐那一集也差不多嘛，只是把這個港姐換成乩童嘛。那在這裡師兄有個問題，我真的是想問一下你了。那你在這個觀察室裡面的時候，也跟Miko 一起猜出了也是2號的。那菲菲的話呢？就是他是怎麼樣去判斷出來的？是用你教的嗎？還是說他自己的法門？我都同佢講咗啦。當時你有啲乜嘢最強嘅直覺感，你就攞當時最強嘅直覺感作為你嘅答案，衝口而出嗰一剎那就係最強嘅氣，就係天地俾你嘅一個最強嘅靈應。咁當然啦，你話通靈之王2嘅時候去揀港姐，我哋嗰陣時好似6個人參賽啊，好似5個人都全部估中晒嘅，無論係卦象又好、八字又好、睇氣色又好，其實都唔難睇嘅嗰個係啦。咁我嗰陣時乾為天啦，基本上就金口一開，我話係5號就5號，4號就4號噶啦，即係嗰個卦象就話俾我知要咁做啦。咁當時我喺觀察室嗰陣時咧，見到佢喺呢2個人裏邊去徘徊啦。咁我當時咧用嘅都係觀氣感，因為睇人嘅氣息咧我都係比較叻啲嘅。咁第2個咧就係話喺睇氣息之餘咧，大家認真睇翻嗰一集。2號乩童嗰度咧，當大家想去估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有個蝴蝶突然飛落喺佢嗰度，不斷咁盤旋，記唔記得？對啊，有個外應。係啊，盤旋嘅時候，你見到佢頭頂有股氣出嚟嘅，認真睇下嗰一集。當然阿菲菲就話我係一直聽到個2號啦，佢話個2號嘅信息一直都冇變過。
咁啊後尾我哋見到好多觀眾都留言話。係咯，梗係2號啦，因為你攞第2名嘛。然後穿銀色衣服，係啊，你又着埋銀色嘅衫，所以咧下次咧總決賽，如果大家參加超能力學院2嘅時候咧，記得着金色嘅衫，成日諗住1號，咁就會贏㗎啦。沒錯，那其實你對於菲菲一直說他聽到2這個聲音，這個聲音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你有沒有看過？佢自己嘅師公俾低佢嘅聲音嚟㗎。哦，他的師公就是高維的那個，佢唔叫師公，佢叫高我。高我係咁樣，因為西方咧同我哋中方嘅學術啊，其實有少少差異嘅。佢哋認為元神其實就已經係高我㗎啦，係，但係我哋中方呢度咧就元神就係3魂咁樣，即係其中嘅一個。咁啊，我哋叫靈魂體啦，其實有3個喺度。咁樣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就係佢嘅高我，即係佢嘅師公，佢俾低咗呢個信息講俾佢知。咁啊2號咁樣。其實我也聽說過，有一些老師講啊，就是師公他給的信息呢，有時候未必準的喎。係啦。那怎麼我去判斷師公的信息準還是不準？我到底應不應該這麼去做？我哋六感當中咧，可以講眼耳口鼻心觸覺啦，咁樣其實最強大嘅佢係心覺。咁你一定要訓練到去心覺，你先可以因為你達到呢位神仙到底係堅嘅定係流嘅。冇呢個上同冇呢個同身嘅時候，你冇辦法去辨別真假。即係平時都冇咁嘅修練，咁啊好容易俾人呃啦。係啊，我話鬼話連篇，冇錯，呃鬼食豆腐，冇錯，係一定係噶嘛。建議大家咧，即係點解明明你想去做，你冇做到就食唔安、瞓唔落，係點解咧？就係因為你自己呢個信息你自己冇辦法攞到係天地之間嘅信息。普通人就係咁噶。做完之後你好舒服，唔做就唔舒服嘅嘢，咁其實就天地俾你信息，跟住去做就冇錯啦。那你怎麼看待林鶴他脫口而出就是龍王三太子吧這樣的一個訊息呢？他怎麼做到？我覺得咧，發明師傅咧俾咗佢好多嘅物件嘅，咁喺嗰個物件裏邊咧應該都係有啲外應，所有嘅術數師再加通靈咧係有3個步驟嘅。第一個我先有感覺先，我覺得呢樣嘢我猜測係準確嘅。第二個通過我嘅術數小外應啦，去分析出嚟呢個卦象，金木水火土都好，咁我跟住啦。就譬如話火係乜嘢？火可以係火柴，可以係電視，可以係手機，可以係好多嘅嘢。跟住第3步就係我通咗天地之間嘅呢個靈感官或者師公或者高我或者靈感，一剎那喺我嘅心頭裏邊衝出嚟嗰個答案。就是那個冇錯啦，所以係3步㗎。好多人咧以為我有靈感啊，我就可以 feel 到嘢，唔係㗎。如果你冇經過一個即係叫做系統嘅訓練咧，冇可能做到。係啊，所以佢係通過一系列嘅訓練之後，你見到佢好準。就4個字啦，熟能生巧。就是我有這個感覺了以後，經驗嚟答到呢樣嘢。對，有經驗，我熟能生巧了。比方說，我看到這個女孩子，我就知道，她是我喜歡的類型。同埋一睇個女仔，你知搞唔搞掂？有經驗㗎嘛？係啊，就是熟能生巧了以後呢，我們大家都能夠逐漸提升自己的能力啦，對啊。那剛才我們已經回顧了決賽之夜的前面2關了。那當然比賽結果大家都知道啦，林鶴奪冠軍。但在我看來，他連海選第1題都答錯了，為什麼他能夠戰勝了所有人都很看好的菲菲？就是你作為他的導師，這一步走來，他是怎麼樣一個成長？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咁我揀咗阿林學，其實爭議都好大嘅，因為林學可以講話佢當時嗰刻係所有嘅題目啦，其實呢樣嘢嘅話都唔啱。咁兼且佢嘅表現當時嚟講咧，的確呢樣嘢嘅話咧，亦係受到影響嘅。所以佢好多時候佢成日都喺個屏幕前啦，或者係人哋問佢就話：我唔想讓導師去丟臉咁樣。其實就係因為佢一開波錯咗，然後佢發現佢同阿 Lily 同阿展斌呢種純天賦型嘅選手去參加通靈大賽，但係我可以將你嘅術數再加上神通能力2個融合，令到你比佢哋更加強大。佢揸住咗我呢句説話，咁樣其實佢夜晚黑或者翻到去宿舍啦，佢不斷咁去訓練同埋去調整佢自己嘅心態。好多時候佢成日同我講：我驚啊，我咩？我叫你玩啦，不如享受下人生，享受下成個比賽嘅過程。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啦，係咪啊？咁樣佢
當時嗰刻佢就開始啦，聽到我講啦，佢其實好多時候佢喺度模仿緊展斌同以你去做一啲即係我哋靈能嘅訓練嘅，佢好勤力好用心，然後就慢慢開始佢試融合，即係我哋成個氛圍不斷咁樣喺度玩，佢一步一步咁成長，然後我再睇到佢而家即係有咁嘅成就，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好欣慰嘅。那其實我也想問一下師兄菲菲。其實他跟林和真的不一樣嘛，因為菲菲他其實參加叫靈能挑戰，已經獲得了一個這個很好的成績了，第3名嘛。到你的組裡面來說，他真的是一個奪冠大熱門，但是他最終沒有獲得一個冠軍，那你是怎麼看待他一路的這個成長？咁啊，好多人都會同我講，哇，會發現風水組嘅學員最後嘅風格好風水嘅係點解咧？風水型的這個學員係點解咧？我就話。可能原先你見到佢都好急啦，好執着啦，肯定想喺呢一度攞翻個冠軍嚟證明翻俾自己啦。可能呢個時候未到啫，天時地利人和。咁係咪喺未來我嘅生活裏邊有咗呢一個嘅 signal 俾我之後，可以過得更加好呢？就係咁嘅啫嘛，即係超能力係在於你能唔能夠認知到自己嘅不足之後，努力去改變，然之後令到自己生活得更好，呢個能力先係超能力嚟。沒錯，我們一直在講的逍遙、自在和無為，其實才能夠讓大家達到自己最舒服、最好的狀態。冇錯，大家都向着這個道的這個維度啊去靠攏嘛。那所以大家能夠去共鳴、去同化。我們也即將開始我們第2季的這個節目嘛。那我們的2位導師對於第2季的內容有什麼樣的升級或者什麼樣的想法？那師兄先講一講好嗎？我首先喺選手方面咧，我希望係可以更加多樣化啲，即係多啲西方嘅能力啊！我哋呢次能夠見到西方嘅能力嘅嘢咧，唔係話冇咁多，我希望展現得豐富一些，係再豐富啲五花八門嘅，因為無論東方西方佢都有佢好犀利嘅術法嘅。咁啊，第二個咧就喺導師方面，我都希望係更加豐富一啲。起碼有女導師。有女導師或者有一啲叫做西方嘅導師啊，咁即係最後一個啦，就係喺題目上面，我覺得咧呢一次咧係簡單咗嘅。如果有個兇案現場嘅復原啊，睇翻你原先你屋企有啲乜嘢啊，過去前世今生或者聽日後日會發生啲咩事啊，啲更加強難度嘅題目咧，我希望喺下季想見到。對，不管怎麼樣，我們也是希望我們第2季越來越好嘛。那法明師兄呢？你有什麼樣的一些期待？我期待住一樣嘢嘅話，就係有更多唔同類型嘅選手，有更多唔同類型嘅學派，跟住去參與呢個咁嘅超能力學院，跟住去展露自己嘅一啲實力。因為我係法界出身，咁其實呢樣嘢法界出身嘅人咧，可以講話我哋好少喺舞台上面去展現到自己嘅實力嘅，甚至好多人好難去揾到一個法界嘅人幫手去解決自身嘅一啲困惑問題。所以我希望即係有嗰啲法界嘅人可以多啲跟住去參與呢啲咁嘅比賽。當然亦希望啦，我哋導師方面嚟講，我希望係多個導師喺度進行大家之間嘅3個不夠。節目組唔好控制我哋，我想我哋導師之間嘅衝突可以更加激烈啲。好似阿法明嗰啲咁嘅嘢咧，有啲嘢我係唔認同嘅時候，我可以去反擊佢嘅 PK 他，唔好咁和諧。下一屆啊，可能你們2個師傅，假如說看互相不認同的話，你們2個來 PK 啊。係啊，而導師下場 PK 啊，直接打交㗎啦，係啊，用這個三維世界直接用你們的能力。對，感謝2位導師參與我們超能力學院超能觀察的最後一屆大結局的這個節目啦。那也希望下一季啊，2位導師能夠給我們展現更精彩的這個內容。那同樣，我們要感謝我們屏幕前所有的支持我們節目的這個觀眾朋友，你們真的是非常的棒，非常的棒。我們超能力學院超能力觀察室，我們下季再見，拜拜，拜拜。